来啦！哎，你怎么还吃上螺蛳粉了？我们现在可是去勘察现场，我劝你少吃点啊。巨人棺我都见过，那叫什么场面？还有什么能吓到我？那你见过蜡化的尸体吗？你是说蜡像馆里人偶那种？其实我也没见过，我就是在课本上见过，所以你还少吃点吧。闲话少说，赶紧去现场。拿着吧，说不定能用上。瞧不起谁呀？辛苦各位赶到合川，当地警方感谢咱们法医室给予的技术支持。客套的话就免了，介绍情况吧。今早5点，在这个废车场，报案人捡到一个袋子，以为里面有什么东西。5点20分，他报了案。龙华气球场曾经是合川县最大的气球场，5年前就已经废弃了。由于地点比较偏僻，来的人比较少，所以气尸袋到底是什么时候运过来的，没有人知道。咱们调查的范围实在是太大了，那么辛苦大家了，开始吧。是。黄婉，你也去记录。那个袋子看起来挺稀有的。尸体上有黄油状液体，皮肤也皱巴巴的，像香皂一样，湿蜡化特征明显。尸体小腿以上的部位被密闭的套筒状的塑料膜包裹着，皂化的组织浸透衣服，覆盖在表面上。我们无法判断死者的年龄和面容，但从高跟鞋和头发来判定，死者应该是女性。老万，勘察中心现场。怎么样？你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死者死亡后，尸体会在2个小时内出现尸僵。一般出现尸僵之后，尸体很难驱血。但我们看见的这具尸体上，已经处于完全驱血的状态。凶手在尸僵前就完成了捆绑、包裹、驱取装袋这样的程序。凶手选择用保鲜膜包裹尸体，目的是为了定型，方便装袋。也就是说，死者死亡到装袋完成，一共不超过2个小时的时间。塑料膜包裹，保持适度的温度，缺氧潮湿，这些确实比较容易造成湿蜡化的尸体。你看，电话线。先把尸体带回解剖中心吧。这么大的废车场，加上这些垃圾废品，这样的现场很难找到有用的证据吧？就算有证据，也早就淹没在这个垃圾堆里了吧？这可真是个抛尸老地。库里没有找到死者的 DNA， 无法查证尸源。那主任呢？今天有批新器材要到，主任要亲自押车。啊，真好，我们终于有新器材了。来，准备开始。现在上午11点10分开始尸检。湿蜡化是保存型尸体的现象，在极特殊的环境下，尸体的皮下脂肪组织因为皂化或者是氢化而形成的蜡样物质，常见于在水中或者埋在水分丰富的泥土环境。死者为女性，身高大概160厘米左右，体重45公斤左右，口腔黏膜未见损伤，牙齿健康状态良好。
一会儿用虚拟解剖看看耻骨联合面，再判断年龄。死者胸前有一颗芝麻大小的红痣，肌肤触感非常的湿滑，而且脆弱。颈部肌肉造化严重，分辨不出是否有出血。死者的甲状软骨上角骨折，骨折折断有出血，应该是生前反应。通过内脏检查，可以确定死者有窒息特征，死因是机械性窒息，他是被人掐死的。那问题是死亡时间呢？这直接关系到尸源的寻找。尸体湿蜡化形成最少需要5到6个月的时间。法医学概论第11章，教科书上的内容并不适用所有的情况，比如眼前的情况。我错在哪了？5、6个月前是冬天，死者穿着夏装衣服，这怎么解释？死者穿着夏装的衣服，距离现在也就2个月的时间。也有可能是去年夏天。李队已经确认过了，拾荒者在年前也捡过一次垃圾，那会儿他没有发现尸体。这就奇怪了，尸体湿蜡化的形成需要5到6个月的时间，但是根据他的衣服，他的死亡时间也只有2个月前，理论跟实践发生了严重的矛盾。难道是教科书写错了？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？齐明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湿蜡化尸体太滑，缝合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，止血钳根本夹不住肌肤，所以只能一点一点处理，就是有点累。这个倒是小事儿。你身上的味道，已经洗了很多次了，应该好一点了吧？花花，你让我过来是？啊，我想让你过来帮我洗洗衣服呗。哦，洗衣服。湿蜡化尸体，衣服形态辨认不清，就需要清洗晾干。所以你让我过来就是帮你干体力活了呗？不是你说没事的时候，任何脏活累活都可以交给你的嘛？是。洗衣服可以锻炼肱二头肌、胸肌还有腹肌，你也应该学会在生活中锻炼身体。说的也有道理。那你休息一下，喝杯咖啡吧。哦，谢谢小哥哥，那拜托你了。嘿。我顶！你身上什么味道这么臭？都辣眼睛了。那就拜托你了。我给你煮了面，我妈还问呢，为什么你一回来就躲在房间里，也不下去吃饭？我不想影响别人。这个给你。没用的，我等一下用漂白水再试一试吧。这个是我自己做的，你试试吧。香菜，我不喜欢这个味道。你这么说话，考虑过香菜的感受吗？我和香菜又不熟，为什么要考虑它的感受？香菜呢是专门除尸臭的，这个是我自己做的，里面加了很多植物精华，所以保证皂到未除。我跟你说了，我不喜欢香菜的味道。已经开始布置起来了吗？我会在这里住一段时间，租金的话我会跟阿姨谈。租金你跟我谈就好了，想住多久住多久。你喜欢画画？偶尔吧，思绪乱的时候，画画可以让我静心。哦，那你现在思绪乱吗？
不乱。你这还挺干净整洁的嘛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陈主任应该没有让你当我的班长，对吧？以后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，也可以直接来问我，以汇报的形式会让我紧张。哦，我先回去了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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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百密一疏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先跟老陈打个招呼呢？你说我好好的法医不做，我为什么要做个骗子呀？死者死亡的时间无法确定吗？对，因为死者下级衣物和湿蜡化形成时间段会发生冲突。如果我们没法确定死亡时间，就没有办法在失踪人口库找到尸源。我知道怎么回事。这是那块有制造吗？普通尸体想要形成湿蜡化，确实需要5到6个月的时间，但尸体保存的环境与冷造化的造化环境极为相似，尸体又是被塑料薄膜密封，同时处在一个封闭、潮湿、高温、缺氧的环境里，这也就加快了湿蜡化的形成。技术科呢，模拟了冷造化的造化过程，结合尸体内的菌群、尸源地特殊的温度及湿度进行了演算，推断出湿蜡化的形成应该不到2个月的时间。也就是说，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5月下旬。锁定范围就太好了，我们可以向各个派出所通报尸源信息，尝试着从失踪人口上来查找。另外，在藏尸袋和捆绑死者电话线上发现的是同一人的指纹，说明捆尸弃尸是同一人。但是在库里没有找到这个人，这个人没有案底。这个藏尸袋看起来这么奢侈，难道凶手是个有钱人？这个范围是不是缩小了？不一定。凶手就算把这个袋子给扔了，也有可能被拾荒者给捡走。这一点凶手应该非常清楚。如果他这样做的话，要么就是他蠢，要么就是他希望尸体可以尽快被发现。有道理，凶手弃尸的目标一般都是掩盖犯罪，不希望被发现。所以凶手到底在想什么呢？高师傅啊，你说 DNA 无法配对，信息量那么少，怎么找啊？面部复原呀，不过湿蜡化尸体难度比较大，我只能通过尸检的印象和经验来试一试。这彪哥的复原技术在国内可是排得上名次的。彪哥很厉害，如果能够复原死者样貌，那找到尸源应该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。彪哥这个技术的操作手法也是极为出众的。快撕下你的面具！你到底是谁？这太反常了，不会要地震了吧？是挺反常的哈。我需要一个助手。哼哼，放心吧，我一直在你身边。黄欢，要不你这次来帮我吧，我们看看能不能从别的线索来确认死者的身份。喝咖啡吗？喝。谢谢啊。以后加班的话，我要吃零食。哎，我也想喝咖啡。小心烫。谢谢。
怎么样，手艺还可以吧？想要复原一个人的容貌，需要多久的时间啊？现在技术进步了，有电脑的帮助，半天之内可以完成。那如果自己徒手复原呢？对了，你去帮我把做模型的材料调好。愣着干嘛？我都说过了，我需要一个助理，你得帮我把原材料搅拌好。我跟你说啊，如果你真想学的话，得从学徒做起。我只是来看看的，看也不能白看，快去。通过 CT 影像确定面部轮廓，但最难的还是判断五官的细节。死者皮肤的质感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，发际线高不高等等。那这个需要用什么来确定？大量归类研究、法医鉴定、人类学观测、统计学的数据分析，但不一定准确，还需要一些运气以及经验的判断，对吧？咱们跟尸体打交道，很多东西是没办法问出来的。哎，你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和老天有眼吗？做好熬通宵的准备吧，剩下的工作会很细致，你赶紧去填饱肚子吧。那你呢？给我带回来。环环，啊，这看什么呢？新鲜出炉的死者面部复原图像，彪哥太厉害了，做的跟真人一样。太好了，我赶紧给李队。啊。秦明，施拉案的尸源找到了。合川县管辖区派出所说，2个月前有个阿姨报案自己女儿失踪了。这个失踪时间和年龄都对得上，身体特征还特别相符。哎，最牛的是，你们做的那个死者面部复原，阿姨一看就认出是自己女儿。张雨晨，23岁，曾在大龙航空做空姐，3个月前因个人原因辞职。尸体的状态不太好，石蜡化导致面部全非。我不建议死者家属认亲，其实通过 DNA 鉴定就可以了。这该说的都说了没用啊！这老太太坚持要认尸。我不同意。这不是你同不同意的事儿。她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，没有一个母亲可以接受这样的事情。那我看她刚来的时候挺镇定的。她来了。哦，好像在接待呢。哎。打开。这什么东西呀？阿姨 ，DNA 确认过了，确实是你女儿张雨晨。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，绝对不是我女儿。你们知道我女儿有多漂亮吗？她是空姐哎，她是他们组里身材最好、长得最漂亮的小姑娘。她现在应该是在出去旅游去了。我给她打电话，我给她打电话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肯定在飞，他肯定在飞，他常年飞普吉岛那条线的，他很忙的。哎呀，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！
醒！阿姨，阿姨！别碰他！我来。阿姨，阿姨，无自主呼吸，心跳微弱，突发性心脏病。安然，心肺复苏。阿姨，不管她是不是你的女儿，她都死得冤枉。你还没有看见凶手伏法，你不能出事儿。我跟您保证，我们一定会抓到凶手的。但是我们现在需要你的帮助，阿姨，阿姨。雨辰，雨辰，雨辰。好险！对不起啊，我没想到会这样。哎，你这话会不会过分了点？接待死者家属这件事上，他有经验吗？我说的是你们愚蠢，你们怎么能随便让死者家属过来认尸呢？这是常识吧？我说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我们没有见过世面，没有常识是吗？秦明，你牛，你最牛！有本事你现在走，去见你的世面去啊！喂，过分了啊！好了，别吵了，没出事就好。阿姨你好，我是这个案子的负责人，我叫李强，这是我的同事赵天启。我知道您非常的难过，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受害者找到真凶，我们要查到真相，需要您的帮助。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？阿姨，在您的眼里面，你的女儿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呗？雨辰是个好孩子，考上空姐全凭他自己的努力。我就是一个摆摊卖衣服的人，什么忙都帮不上他的。那张雨辰的父亲呢？雨辰12岁的时候，他爸爸就过世了。之后，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变糟，雨辰只好放弃学琴。原本他很喜欢拉小提琴的。阿姨，您去过他的住处吗？去过几次，住不惯。雨辰工作之后跟你联系多吗？我们每周都有通话的。据我们推断，张雨辰出事的时间是5月23号左右。阿姨，您还记得您最后一次见您女儿是什么时间吗？5月22号。出事的前一天，您确定您没记错吧？那天是我的生日，我如果知道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女儿，我绝对不会把她送给我的礼物扔在她身上的。礼物？什么礼物？他送给了我一个手提袋，挺好看的。阿姨，那天您是跟您女儿吵架了吗？哎妈，先许愿。我的愿望只有一个，早点抱孙子。愿望说出来就不灵啦。对了，妈，这个是给您准备的礼物，谢谢。打开看看哈。짜잔！
张。哎呦，真好看啊！肯定很贵吧？还好。其实这个是我男朋友送您的。男朋友？你什么时候交男朋友了？半年多了。你怎么不告诉我呢？啊，怎么不带他来见见我啊？还不是时候。你们都已经交往半年了，还不带他来？你准备藏到什么时候啊？明天就把他带来。他不太方便。他那么忙啊，忙的连见岳母的时候都没有。其实我们一时半会儿还结不了婚。什么意思啊？他不愿意结婚？他和你不是认真的？他不会有老婆吧？哎呀妈呀，你就别猜了，吃蛋糕吧。哎，不行，你必须把他带来给我看看。这件事儿我必须当面问清楚。能不能不要再一直逼我呀？谁逼你了啊？我想见见我未来的女婿，我有错吗？不让见，说明他心里有鬼。他要真是那种不靠谱的人，我绝对不会同意你们在一起的。他答应我说他会解决的。你还真做了小三啊！妈，你干嘛呀，妈？你要不分手，就别再给我打电话。妈，我不该逼他，是我撞死他，我后悔啊！阿姨，您别这么激动，你冷静点。我不该逼他。阿姨，你要相信我们，我们一定能找到凶手。我还需要问您最后一个问题。您看一下，这是您女儿送您的礼物吗？这是哪里找的？医生。我没有办法告诉你，那个袋子里面装的是他女儿的尸体。你如果跟他说了，他会崩溃的。至少我们现在可以确定，男朋友这个事儿，他曾经瞒过他母亲。11表姐，送你回家呗。不用啦，我自己走回去就行了，你就别绕路了啊。我劝你啊，还是离某些人远一点比较好，免得被人家看出来咱们是小地方的人，没见过世面，跟我们待在一块儿还嫌丢人呢。你看，都懒得搭理我们。少说两句。我说实话呀。少说两句。有事吗？你教训黄文的事儿我知道了，说的都对，冒失没经验，确实有够蠢。但是，他是我的徒弟，要打要骂得由我来。麻烦你以后管好自己的事儿。如果我只管自己的事儿，你徒弟应该被开除了吧？见过嚣张的，没见过你这么讨厌的。确实很讨厌，是不是？不过，他是我兄弟，要打要骂您冲我来。
怎么回事？人家法医部门的事儿，你来掺和什么？张彪，自己部门的事情自己处理，别扯上我的人。邱彪爷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回去。幼稚，无聊。张雨晨在这家住多久了？2年。房东啊，把合同给我看了，他还说这个小姑娘平日里挺有生活情调的。这个屋子前不久刚装修过。那你知不知道这个座机是什么时候安装的？房东说是4年前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这电话还在使用中，但是4年前的话，这根电话线是不是有点太新了？你是怀疑有人更换了电话线，用旧线捆住了死者的双手？现在还不能确定，不过确实有这种可能，这也是一个思路。我们把电话线拿回去做个检验。一个空姐怎么能买那么多名牌衣服呀？从这件衣服可以判断，她应该是一个人住。别这么早下结论。死者的钱包被人翻动过，首饰丢失，手机也不见了，有入室抢劫杀人的特征。凶手很有可能入室抢劫杀人之后，将尸体移动到了郊区的汽修厂里。死者的身上呢没有任何约束伤和抵抗伤，就说明死者生前没有进行过任何抵抗，家中也没有搏斗的迹象，这也就是说明死者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掐死的。而且抛尸一般情况下来说是熟人作案。也就是说，张雨晨给某位熟人开了门。进来吧。他引狼入室，引发命案。凶手盗窃完物品之后，包裹尸体，再弃尸。你越来越有长进了哈。所以只要在这个空间里面找到另一个人的毛发和指纹，嫌疑人的范围就可以锁定了。谁说这是案发现场？有依据吗？没有依据就不能乱说话。电话线啊，就算确定捆绑尸体的电话线属于这台座机，但也只能勉强判断这里是捆绑尸体的现场之一，所以啊，不能证明这里就是案发现场。难道你们不觉得这个房间太过于整洁了吗？她是一个空姐，作息黑白颠倒，早出晚归。一个女孩子的家里，照理来说应该不会这么整洁，现在看起来就好像被人特意整理了一番。没觉得呀，我怎么看都像是一个独生女性的单身公寓。是吗？单身女性，那这个怎么解释啊？41码，男士衬衫。从衣服的状态上来看，应该是没有被洗过的，上面很有可能有嫌疑人的 DNA。希望这次我们可以找到和他同居的男人到底是谁。你好，警官，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？这个张雨晨在你们这工作多久了？雨晨2年了，都是我带他，成长挺快的。在你眼里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是从小城市来的，单亲家庭，一个人闯到现在挺不容易的。哎，对了，3个月前他辞职跟您说过原因吗？说过，他说呀，想去外地读一个在职研究生。空姐嘛，吃青春饭的，他能有这样的想法，我也挺替他开心的。他辞职之后就再也没跟你们联系过？
大家都不在一起工作了，肯定是越走越远的。毕竟，他很讨厌社交，我们不去打扰他，应该是他最舒服的状态了。她有男朋友吗？他只跟我一个人说过，让我替他保密的。为什么呢？那男的是一个名人。今天的航班非常顺利，又是原来的路，再顺利。对，不好意思，能不能帮我拿点冰块？抱歉，我不是休息室，请您稍等。谢谢啊。谢谢。啊，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啊，没关系。实在抱歉，张浩先生。你不是这儿的服务员啊？啊，我学过4年小提琴，您的事情我听过很多。衣服我帮您干洗吧。真的没关系。不好意思，是我向你说抱歉才对，是我自己搞错了。你学过小提琴？嗯。郑浩。张雨晨。啊，我真的很仰慕您，您很多作品我都听过。谢谢。郑浩。对，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，他是有家庭的，所以张雨晨让我替他保密。依我看，他应该是做了他的小三。郑浩，42岁，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。他和张雨晨生前的信息往来证实了2人是情侣关系。但这个郑浩是个有家室的人。张雨晨是郑浩的情人，会不会是张雨晨把郑浩的衣服带回家拿去洗的？技术员正在对比 DNA。现场还有什么新的发现吗？经我们勘测，捆绑张雨晨的电话线和张雨晨家座机端口的裂口完全吻合，所以我们可以推断，凶手捆绑张雨晨的尸体是用电话线完成的。张雨晨家是处理尸体的现场，只是有可能。张雨晨的私人贵重物品被盗取了，具有入室抢劫杀人的特征，而且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。我查了导航，从张雨晨家到废弃气球场开车需要40分钟。根据尸检情况，我们可以推断出张雨晨的死亡时间距离末次的进餐时间大约在8小时左右。那么根据我们的调查，张雨晨的一般晚餐时间是在6点左右。如果说陈主任关于造化的演算方法是正确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张雨晨的死亡时间应该在5月24日凌晨2点左右。凶手呢在施僵2小时内完成捆绑，那么凶手的运尸时间大约在5月24日凌晨4点。所以只要我们排查气球场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，我们就能知道凶手的行踪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我们刑警队的工作量大大减小了。经过 DNA 查验，在张雨晨家发现的男士衬衣属于郑浩的，电话机和电话线上的指纹也是郑浩的。所以，凶手把张雨晨家安置成有入室抢劫杀人特征的案发现场，就是为了故意误导我们。这明明就是个情杀案件啊！正好有嫌疑。把他请来问问就知道了。张雨晨遇害前2天一直在联系郑浩，问他事情办得怎么样。他在催郑浩离婚，
那是不是张雨晨把他问烦了，他杀人了？不好说。但目前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郑浩。他是怎么死的？我们是在一个废弃的汽修厂里发现了他的尸体。他的尸体被保鲜膜包裹着。你们确定这是张雨晨吗？经过 DNA 鉴定，我们100%的可以确认，尸体就是张雨晨。你跟张雨晨什么关系？朋友，普通朋友。你对情侣的界定是什么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调查了你跟张雨晨的通话记录，确定你和张雨晨是情侣关系。你们在一起半年，他希望你离婚，但你一直在拖。5月份见过张雨晨吧？我不记得了。我最恨这种在外面养小三的男人，尤其这种斯文败类，对吧，安然？就是啊，这种衣冠禽兽藏着掖着最恐怖了。依我看呀，这个郑浩就是凶手。你看，张雨晨的母亲反对他俩的情事，那张雨晨压力肯定很大啊。再说了，谁愿意一直当小三呀？所以案发当天，张雨晨把郑浩约到家里，想跟他好好谈谈。不是跟我说只要1星期吗？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，你到底还要让我等多久啊？我和你说过了，没你想那么简单。这是你的事情，我们已经说好了，我辞职，你离婚，我们换一个城市重新开始。现在我已经辞职1个多月了，我跟过去一刀两断。你呢？你要做什么了？别逼我！我逼你怎么了？别逼我！说，别逼我！啊！那天晚上，他们俩肯定狠狠地吵了一架，郑浩就失手掐死了张雨晨。装！你再给我装！哎，雨晨，哎，雨晨。后来冷静下来，郑浩觉得不能把尸体放在家里，但是家中又没有合适的运尸袋，所以随手拿起了一个手提袋。但是那个时候尸体已经发生了尸僵，塞不进手提袋里。他或许戴了手套，但他忽略了自己平时的生活痕迹。之后，他就拿薄膜把尸体包裹住，再塞进袋子里。最后，他拿走了死者的财物，造成入室抢劫的假象。5月24号凌晨，郑浩将尸体抛弃在废弃车场里，
然后出差去演出，妄图逃过法律的制裁。可以呀，你分析的够细致。这种情杀案，我以前在省厅实习的时候见过好几起，大多都是这样。反正啊，在外面包小三的男人没什么好东西。行了，八卦聊够了吧？啊？办案不是故事会，什么事情不能光靠猜测，一切的推论都得靠证据。哦。郑浩，现在全部的物证都指向了你，你应该相当清楚吧？就算你编再多的谎，都是没用的。5月23日当天，你见过张雨晨吧？我们确实在他家见过，而且我们吵了架。我们说彼此要冷静冷静。张雨晨说，在我没离婚之前，他不会再和我有任何的联络。他让我把所有东西都拿走。确切的说，我是被他赶出去的。我没杀人。你为什么要隐瞒你跟张雨晨的情侣关系？我是一个有社会身份的人，这种事情，我肯定在第一时间否认。你的白色衬衫为什么会出现在他家的洗衣机里？我不知道。电话线上有你的指纹，这又为什么？这些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可以对天发誓。我爱雨晨，我怎么可能去伤害他呢？我看你平时的婚外情人可真不少。对不起，这是我的隐私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，雨晨他是第一个让我动离婚念头的人。我和张雨晨是在旅途中认识的，他知道我是谁，而且他也喜欢小提琴。我不知道他会这么崇拜我。12岁的时候，我第一次看你演出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觉得你是我一个遥不可及的梦。现在，我觉得我的梦用另外一种方式实现了，我不会后悔。雨晨，来。你想好了？嗯。
你结婚了？我现在算什么呢？小三、情人，还是一夜情对象啊？雨辰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只是我现在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才好。对不起，我不是这种人。我们以后不会再见面了，是吗？对不起，我今天有点累了。今天能不能就先到这儿了？好，那今天到这儿吧。我们查了你的资料，您已经有1年多没有上台演出了。对，为什么？一些原因，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在舞台上取得更高的成就，音乐离我越来越远。那段时间，其实我想过死。我本以为张雨晨是来救赎我的，但是我错了。那不是头等舱的郑浩先生吗？这都马上要登机了，你跟他那么熟，你去把他叫醒吧。快去啦！先生，先生。最终，我还是选择面对死亡。我服下了很多的安眠药。快叫救护车！郑浩，郑浩，郑浩！你感觉好点了吗？都还是有点疼，不过有你在，我心里舒服多了。医生说你吃了过量的安眠药，你……雨辰，我试过，可是我发现我离不开你。那你就来找我，来告诉我为什么要用这么傻的方法，为什么一定要走这条路？你没有资格。我是一个有妇之夫，你的家人是不会同意你和我在一起的。可你离不开你妻子。我知道我自己特别自私，不敢离婚，也不愿意对你放手。你知道吗？我的婚姻就像是一双生意，如果我离婚了，我的事业就全毁了。
你还爱他吗？爱。如果这种生活算是爱的话，那人生该有多绝望？雨辰，我之所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完全是因为他。你听说过开放式婚姻吗？开放式婚姻，就是我的妻子可以去找别的男人，我也可以去找别的女人。在感情上，我们不束缚彼此。对了，我认识他的情人，也许你们该去问问他，就能更加理解我们的生活方式了。开放式婚姻，什么鬼啊？这不罕见啊，很多人都会组成临时夫妻，这就叫开放式婚姻。我不明白，婚姻意味着束缚，开放意味着自由，这两者是矛盾的呀。一个合伙公司的员工，他们的共同目的都是给公司赚钱，但他们都有找乐子的权利。这种夫妻关系呢，就很像开公司，他们为了更高的共同利益。你怎么会那么懂？一个好的警察，必须得是一个出色的社会学家。所以你们是赞同开放式婚姻了？当然不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讨论开放式婚姻，跟郑浩有没有犯罪有什么关系吗？开放式婚姻的重点呢，是白头偕老的目标。就比如说，你坐一辆火车，你可以选择在中途下车休息，但只要一旦发车，你就必须再回到车上。问题是，如果其中一方选择留在了风景区，没有上车的话，那另外一方就会感到极度的愤怒还有痛苦。灵魂背叛要比出轨还有婚外情更让人绝望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如果他妻子知道郑浩是为了张雨晨和他离婚，她的丈夫完完全全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，那么他妻子是不是就有杀人动机了？你妻子知道张雨晨吗？不知道，我没和他提过雨辰。他难道就没有好奇问过你离婚的理由吗？我只是告诉他，我想改变一种生活状态，我想要过正常的生活。可无论什么理由，他都不同意。张雨晨也无法接受你的婚姻状态吧？对，一开始是这样。开放式婚姻就是结婚后各自保持情感自由的生活方式。这个是他提出来的，也是他想要的生活。我一直都在努力的配合他，可是我每次见到他和别的男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会报复性的去和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。我知道我这么做是不对的，但是我不这么做的话，我恐怕活不下去。你爱他？我承认，我曾经爱过他，可是现在只剩下了麻木。我就像一具火热的尸体一样。所以你之前说你因为音乐才四处留情是假的？我怎么可能把我人生中最痛的伤疤揭开，给别人看呢？那你揭给我看是为什么？因为我爱上你了。雨辰，我真的爱上你。哎，这个不是经常坐我们航班的郑先生吗？我就说怎么这么脸熟。哦，原来他是罗琦的老公。原来他们都隐婚10年了，这又是女强男弱的一对啊。是啊，他是著名小提琴家，得过很多金奖，很厉害的。哎，你是不是也学过小提琴吧？嗯，音乐老师跟我说过，他8岁就登台表演了，是音乐神童，而且合川县没有出过什么人才。在小提琴领域，他就是神一样的存在。哇，好羡慕！难怪一个小提琴王子，一个时尚女王，他们真的好般配啊！
好有爱，对不对？那么帅女的男人，好羡慕身材啊！对呀，不愧是时尚女博主。你是从什么时候真的爱上我的？那天早上，你站在窗前，拉着小提琴，阳光洒在你的身上，是那么的圣洁、美好。那是我在演奏时最想达到的状态。可是就在那一瞬间，它居然出现在了你的身上。那一刻的你，比世界上任何一件东西都要美好。你可能觉得我特别矫情，但是这是我的真实想法。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说，那一刻是我一生。你不矫情，你很坦诚，是我的问题，我还没有想好该怎么做。雨辰，你没有错，错的人是我。如果非要说你做错了什么，那就是你不应该认识我。雨辰，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我可能离不了婚。我不想去想这些事情，我只想跟你在一起，跟现在一样，永远在一起。雨辰，我是不会离开你的。我也永远不会离开你的。之后，我们共同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，直到雨辰不辞而别。那2个月里，我找遍了所有的地方，都没能找到他的音讯。我每天借酒消愁，过得很辛苦。如果你们曾经爱过一个人，你们应该明白。谢谢。马上回法医中心开个会。你们是法医？对呀。我听说雨辰死得很惨，他生前最爱漂亮了，能不能拜托你们把她画得漂亮一点？他们是法医，不是殡仪馆化妆师。我们会尽力的。那等我出去以后，能不能让我再见到最后一面？这个需要征求死者家属同意。看来我没有什么机会再见到他了。谢谢你。现在种种物证都指证，张雨辰家就是装尸地点。可非常奇怪的是啊，
在现场并没有打斗的痕迹，排除熟人作案，我认为案发现场可能另有他处。假如郑浩在别处行凶，那为什么要在死者家里装尸啊？这一路变数颇多，犯罪成本极高，而且还要在尸僵完成前完成裹尸。按照正常人的逻辑，这不符合常理啊。除非是有人想把杀人这件事情嫁祸给郑浩。凶手的作案计划非常周密。现在回头想一想啊，郑浩如果真的杀了人，他会把他自己的衣服落在洗衣机里吗？这不是明显着把证据留在了现场吗？所以我认为凶手所做的所有事情，目的就是为了嫁祸给郑浩。我说过，有作案动机的不只有郑浩一个人，还有他的妻子罗琦。秦明啊，警察办案是要讲证据的，我会尽快找到证据的。这个案件呢，社会影响极大，嫌疑人有可能被判处死刑或者无期，这事关人命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证明嫌犯无罪啊。主任刚刚不是已经说了吗？一切要以证据说话。嫌疑人呢，现在已经被我们拘留了，留给我们的时间就不多了。民航，是我。你好，赵天启，想跟您了解一下情况，能坐下来说吗？啊，您坐。是郑浩叫你们来的？想跟您了解一下郑浩他们夫妻的关系。对于罗老师上一次跟我说的那个空，我很感兴趣。回来啦。对，回来了。那我就要上了你。怎么了？生气啦？没有，我挺开心的。对呀，我也觉得我们挺开心的。我们对对方都是保持很大的透明度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威胁得到我们的婚姻，因为我们都知道，不管我们经历了多少事情，经历了多少人，彼此都是对方的终点。我记得我们的约定。我们都不是保守的人，我们怎么可能一辈子只对一个人心动呢？我们现在感情很好啊，所以说明我们的选择是对的。嗯。玩得开心。虽说他们夫妻各玩各的，但是碰上那种情况，我还是挺尴尬的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你能接受罗琦，这也挺奇怪的。我和罗琦只是各取所需。罗琦是时尚界的女魔头，我要是得罪她，我的未来就毁了。实际上，罗琦想要得到的东西，他一定会得到，没有人逃得掉。我们调出了这个修理厂方圆3公里以内案发后所有的监控视频，但是这个监控视频都保存不了多久，很多都被覆盖了，所以很难根据这个监控视频锁定凶手的具体路径。但是经过细致的侦查，查出了有4辆车曾经在这个修理厂进行过停留，有一辆是外地车，应该是临时过来探亲的，还有一辆是货车，搬家卸货，还有一辆是私家车。装上货卸货？没有啊，我就直接回家了。这3个人我们都找到了，各有各的理由，都排除了嫌疑。所以第4辆车就是目标车辆。对，这就是那第4辆车，这车是租来的。不过好在啊，这个租车公司给外租的车辆都安了 GPS 定位系统。我们调查了一下，
这个车于5月24日早上6点离开了张雨晨的家，7点左右，在这个修理厂停留了15分钟，然后驶向了城外树林，大概2个多小时了。于早上10点左右把车还回来了。林间周围没有监控，这2个小时，嫌疑人很可能在清理车辆。这嫌疑人挺聪明的，租车的身份证是买来的，所有的身份信息全是造假。最要命的是啊，这车在这2个月里头，天天有人开，因为租出去比较便宜嘛。彪哥，这车应该是让人清理过，而且这2个月都没闲下来，难度挺大，别抱太大希望。有希望比绝望强。著名的小提琴家郑浩先生涉嫌谋杀，正在接受警方的调查。对此，罗琦女士会对公众有一个交代。罗总来了。对于张小姐的不幸，同为女性的我，觉得非常的悲痛。但是作为一名妻子，我也绝对相信我的丈夫不是杀人犯。希望警察可以早日找到真凶，释放我的丈夫。就这样。这个马场应该是会员制，罗琦约在这里见面，就说明他是这里的会员，而且经常来这儿。我也是这会员。你经常来这儿骑马啊？也不经常吧。我跟你说，我爸跟着老板特熟。哎，雪表爷，你想学骑马吗？不然体验一下吧。我跟着老板也特熟。打住，干活。你来了。罗小姐，这是您要的西瓜汁，请慢用。请问还需要别的吗？不需要了。我和郑浩结婚10年，相信你们从媒体上也看得到，我们俩婚姻很幸福。直到半年之前，他突然跟我说要离婚。他为什么要提出离婚？他说他想换个活法，当然我尊重他的选择，只是我没有同意离婚。你听过张雨晨这个名字吗？以前没有听说过，直到几天前你们把他从我家里带出去，我才第一次听说。据郑浩交代，你们夫妻之间选择了开放式婚姻，肉体自由，灵魂坚守。可郑浩是为了张雨晨才选择和你离婚的，他违背了自己的诺言。你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应该很愤怒吧？你刚才没有听我说话吗？我说了。我是前几天才第一次听说张雨晨这个名字。5月23号，你人在哪里？做什么？我们20号的时候去龙帆市参加了时装周，27号返回了合川县，23号的话，应该是在龙帆大酒店参加庆功会吧。在此期间，你没有离开过龙帆市吗？我们有行车记录仪、开房记录，包括那天在现场的朋友和工作人员都可以为我证明在场。你们现在是在怀疑我是凶手吗？罗琦说的是真话。23号晚上11点，他参加完庆功会之后，直接回到了酒店。期间呢，有个送餐员去过他的房间，直到第2天早上7点。他才离开房间。所以呢，这凶手到底是谁呀？张雨晨甲状软骨骨折断口的痕迹，证实凶手的握力极大。他在一瞬间就掐断了张雨晨的软骨。凶手是强壮的男性。但这不能说明罗琦和案情无关。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。再给我们一点时间。没有时间了。郑浩是个名人，现在外面记者、媒体都在等着答案。而且我们确实没有证据来证明郑浩就不是凶手。李队要相信我们，再给一点时间就可以。那你需要多少时间呢？郑浩不是凶手的证据就在这儿了。
腱鞘炎，手部肌腱和腱鞘损伤性炎症引起肿胀，严重者可引发永久性行动不便。仔细回想，郑浩的手已经有明显的病变了。看来我没有什么机会再见到他。郑浩是一名出色的小提琴家，这种病相当于毁了他的职业生涯。所以说，郑浩不再登台演出，勉强登台也会有失水准，所以他宁可不再登台。这是医院的病历，也是铁证。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的病情，因为他要维护住他小提琴家的名头，否则他将一无所有。所以他会对我们隐瞒病情。所以说，郑浩得的这种病，是肯定无法掐死张雨晨的，对吧？郑浩的主治医生说，郑浩是在4月底做的手术，案发当日是5月24日，那段时间他的手还在恢复期，所以他是没有办法靠双手的力量掐死张雨晨的。而且大夫也说，他可以为郑浩出庭作证。不愧是我兄弟。疾病排除了郑浩的嫌疑，我们总算没有冤枉一个好人。但坏人还在逍遥法外，更麻烦的事情才刚刚开始。没错，郑浩不是凶手，但是所有的物证都指向他，那就只剩下一个可能：有人栽赃陷害郑浩。赶紧走！是你杀了张雨晨吗？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。回去吧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离开我吗？我早就应该离开这儿了。我知道你很难过，但是人不应该在难过的时候做任何决定。如果你早点同意离婚，我跟雨辰就能离开这儿，他也许就不会死。郑浩，你疯了吗你？你知道我性格的，你要今天从这个家离开，你永远都别再回来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再回来的。警官，警官，张阿姨，我和郑浩约着见面，我想有警官在场会比较好，我怕我忍不住会抽他。最近辛苦了，这是犒劳你的。11标间呢？和李队出去办事了。太好了，你下午也陪我出去一趟。我没空。哎呀，我那是去办案，你就陪我一下嘛。万一有什么意外，你在旁边也好呀。有行动，有危险吗？我看你是有危险才想起来我的吧。请坐吧。没想到，你只是这样一个普通的男人。对不起，阿玉，
我是真的想给雨辰幸福的，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对不起，阿姨。你不要跟我说对不起，你去跟我女儿说对不起。雨辰第一次下地走路，这是他第一次掉牙齿。小学4年级第一次得了3好学生，这是他上初中参加校运动会拿的100米赛第1名，这是他第一次登基的空城照。这是他用第1个月的工资给我买的礼物。从小到大，每一年有纪念日的日子，我都会给他拍张照片。我想烧掉这本相册，但是我真的舍不得。我只有雨辰这样一个女儿，她是我的全部。她那么信任你，信任你到可以和我翻脸的程度。我说这么多，就是希望，如果你知道真凶的话，告诉警察，拜托你，帮帮我的女儿，帮帮她。阿姨。你对张雨辰是真心的吧？你会伤害张雨辰吗？无论怎样，我不可能会伤害他。那给我们多提供一些线索吧。我也想，但是我现在真的有点乱。你介意跟我们聊聊你的妻子罗琦吗？怎么样？是不是帅帅气气的？你这算是假公济私吧？我走了。哎，我今天可是调休的日子。你是我又不是，就算我是，我也不想陪你在这玩啊。你确定？我告诉你啊，这里可是罗琦经常来的地方。我借着休假日过来走访，这算工作了吧？那你叫我干什么？你脑子不是好使嘛，对吧？我一会儿走访的时候，你帮我多听听，看有什么新的线索。不过，你要告诉我，我来说。那个，我其实不太会骑马，一会儿万一摔了，你得帮我处理一下。以前摔过，有阴影。嘘，这可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啊！我这2个牙，假的。我今天过来就是为了挑战自己，万一挑战失败的话，你真的得救我啊！放心吧，我认识最好的牙医。行，走。
我怎么觉得我起的还不错呢？你和这家马场很熟啊？这家马场的老板可是我爸的朋友，怪不得会把这么好的马给你骑。这匹马应该是竞技类的马，上肢较轻，下肢健硕，有利于跳跃。从毛色上来看，血统也很纯正。说的你很懂事的。哎，乖。我先去认识一下。走。贤师傅，你松手吧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谢谢，我没事没事。没伤到，没伤到就行。谢谢啊。没事就行。怎么是你们俩啊？我的天！你们俩可以调查我，但是不能这么骚扰我。我要是摔伤了误工费怎么办啊？啊，你们赔吗？别以为你们是警察就了不起啊！小心我告你们。你误会了，我和他是过来骑马的，遇见你啊就是巧合。你们俩来这儿骑马？我是这儿的会员，这儿不是 VIP， 根本不能下马场。就他那个水平，你们俩会骑马吗？他确实是不会骑马，我是过来教他的。他和这里老板很熟，所以在这儿学最合适。你还教他骑马？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你证明给我看你会骑马，要不然我今天告定你了。这可不是开玩笑。换衣服吧。走那边，走。罗小姐，你可得说话算话啊。怎么样？我就说吧，这匹马很乖很聪明，你还得多加训练啊。没想到现在法医的综合素质都这么高了。好，今天就不难为你们了。以后不想当法医的时候就来这儿当私教吧，我肯定点你。牛。我上学的时候啊，有专门学过马术，我舅舅特意安排的。我送你啊，上我车聊一会儿。不用了，我坐朋友车就行。长得挺可爱的，干嘛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？你以为你刚才一段才艺表演，我就不知道你想干什么吗？还是想调查我吗？我给你个机会，跟我做朋友，这样你就可以深入的调查我一下了。如果你真的愿意配合警方调查，
可以联系我们的刑侦部门。你知道我们搞时尚的人都很在意眼缘的，我只是想配合你。有事儿找罗琦，我微信号。走了，秦明。我觉得吧，这女人是看上你了。她呢是用这种方式来向警方示威，她就是想告诉你，随便你怎么查，她都当做是在陪她玩。挺嚣张的，这越看越像个凶手，反社会人格。那不一定，有些人啊，天生就是这样的性格。喂，爸。臭小子，在哪儿呢？给我回来，马上！哎呀，好。看来我得赶紧回去了。没关系，你把我放前面，我自己走过去就行。对不住了，兄弟，回头请你吃饭啊。不用了，正好我想自己走走。哎呀，好像要下雨了。这样吧，后备箱有伞，你拿一把。嗯，好。这边。老小姐，郑老师说要在这住一阵子，怎么了？你们吵架了？夫妻之间小吵小闹了。待会儿我有事再叫你啊，老赵。谢谢。不用客气，那我先走了。
马骑的不错呀，但是做人不太老实。离那个女人远一点，我只跟你说这一次。秦明，你嘴怎么了？你得罪谁了？这不是洗醒了吗？你没事吧？你给我看看。没事儿。行凶人谁啊？敢打我兄弟，谁动手？不要命了吧？还不是多亏了你。行了，那你就跟大家解释吧，为什么我们会去马场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反正我现在嘴疼，什么话也不要说。也就是说，你们利用业余时间去了马场，遇见了罗琦。在你跟罗琦有了交集之后，出现了一个神秘人袭击了你，他让你离罗琦远一点。他很在意罗琦，说明他和罗琦的关系不简单。秦明，你是法医，不是侦查员，你这么做不值得鼓励，太危险了。林涛，你太过分了。石玉表姐，我是真不知道事情会发生成这样。秦明不是刑侦的人，你带去走访也就算了，你把他一个人扔在外面，这件事情你要负责。我错了，就知道关心他。还有你，走访就走访，你撩什么妹啊？能不能不要管别人的事儿？那如果他不是要伤你，是要杀了你，怎么办？让我解剖你的尸体吗？对不起，下次不会了。没有下次，你自己跟我保证。好，我跟你保证，没有下次了。情况我大概搞明白了。秦明，麻烦你站一下。行凶者身高大概在1.88米左右，体重在80公斤，力量充足。但他有一个毛病，就是在进攻的时候，身体习惯性向前倾，重心不稳。从伤口上看，他惯用右拳作为重拳，速度和爆发力都非常出色，属于杀手级别的。而你做了有限的防御，但实在不是一个级别的。总之，这家伙有足够的力量掐死张雨晨。就是可惜没看清长相。没关系，我记得他的眼睛，再见到他，我一定认得出来。秦明法医，你今天是来骑马的还是来找人的呀？哎，你这脸是怎么回事？昨天晚上被人给偷袭了，他警告我，让我离你远一点。可能是你的忠实粉丝，或者追随者、追求者。你也帮我传个话吧，我来马场呢就是骑马的，不是想跟你搭上什么关系的。我也友情提示一下，像你们这种坐班的人真的不适合户外运动，以后少来吧。我是为你好。来了，谢谢，不客气。谢谢十一表姐。你的伤应该吃些清淡的，所以清淡的呢？见瓜西北风啊，这个最清淡，喝吧。
有情况？从马场出来就直接回家了。信息部查到他只打了几个工作电话，别的没有异常。那家伙今天最好出现，让我好好教训一下他。 那打不过就用这个。谢谢。不客气。 醒醒，目标出现了。凌晨1点，他们去哪儿了？会不会是去找打我的女人啊？老郑，目标出现，我们2组交替跟踪。收到。 老郑，我们交替，你们跟上。收到。朝南。分头行动。明白。那个戴帽衫的，就是上次打你的。嗯。所有人注意，这里是闹市区，现在行动可能引起骚乱，等他们结束再进行抓捕。走走。站住！没事吧？
有长进啊！有人说你重心不稳，身在险境，看来是真的。刘哥还真是厉害，这次你可真把我给惹急了。就盼着你今天出现，还真来了。